是一个起涨原点，然后做了1高、2高、3高，然后接下去呢，后面就是从2020年7月这个地方呢，重新开始怎么样向上攻击。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我们要讲的个股是台办。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台办这家公司呢，一样我们先讲它产业的部分。在产业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我们看全球的新能源产量这个地方呢，已经达到了1065万辆，它的年成长率呢高达 63%。 那纯电动车这个地方呢，它是2022年是789万辆，那年成长率这个地方高达 68%。 那我们一直在讲说，为什么一直要提到这个呢？你要知道哦，去年来讲的话，大部分的行业都是呈现衰退的，可是在电动车、新能源车这个地方是呈现成长，是难能可贵的。 OK，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就是说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燃油车呢，它因为会造成空气污染的现象，所以各国政府在燃油车这个地方都会有个禁售的时间。那陆陆续续就是说从2025年到2024年这个地方呢，都会慢慢的禁止，全球的车厂都一直在扩增电动车的产能。那预估呢，2022年电动车的市场渗透率是 14%， 到了2025年能够超过 30%，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产业呢未来的成长前景。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台办呢，它是属于所谓的功率半导体，尤其就是像电动车所使用的功率半导体，它所用的量相对比较大，所以会带动整个车用功率半导体这个地方的产值呢，就是会越来越高。我们看一下研调机构预估呢，从2020年到2026年呢，电动车所使用的那个功率半导体，它的复合成长率呢高达了 26%。而未来那个电动车在各国政府的推动之下，功率半导体的需求渴望怎么样？持续的做一个成长的动作。878投资传承是一个深度分析基本面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会带您走向财务自由的捷径。所以您给我们最好的支持就是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我们接下来介绍台办5225这家的营运分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台办呢，它主要的产品呢，最主要就是有分离式元件，然后还有所谓的电源晶片这个地方。那从2002年开始呢，台办就已经在布局车用领域。那近年来呢，它已经陆陆续续得到了一些认证啊，这些产品都可以用在充电桩、充电枪以及电动车。它本来的二极体就已经有出给车用 Tier 1的客户，那之后呢，他又跟联电合作开发车用的那个 MOSFET， 所以预估2023年量产以后呢，逐步提升。那应用在车用的领域这个地方呢，目前为止大概是 30%， 随着后面的发展的话，这个营业比重会慢慢的往上做一个提升的动作。那接下去我们看一下产业流程图。那很多投资人就说，什么是功率半导体呢？那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分作功率元件，还有功率 IC。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常常在市面上比较常听到证券市场就是一些二极体啊，还有 MOSFET 这个地方呢，就属于功率元件这个地方。那功率 IC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个第3代半导体会做一个运用。那目前呢，台办呢，它拥有4寸及6寸的那个晶圆厂，同时呢，它也有2座的封装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功率半导体这个地方呢，变成就是说，从矽晶圆厂以及封装厂这个地方都会有连接的动作。好，那接下去呢，我们来看它的财务分析的部分。好，在财务分析的部分，我们过去都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们在衡量一家公司呢，为股东赚钱的效率，我们都是用股东权益报酬率这边来看。那我们可以分作2部分，一部分呢，我们直接用损益表的税后净利这个地方除以股东权益哈，然后我们去看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另外一种呢，我们就直接用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乘以权益乘数，来看到这3个变数呢，到底是哪一个变数让它的股东权益产生变化。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以台办来看的话，我们看一下哈，它的2022年呢，因为它的产品用在车用以及工控等相关的产品，在
40V 这个地方的 MOSFET 的产品出货的原因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它的 ROE 这个地方呢，它从2018年这个地方呢逐年的往上，一直到2022年这个地方已经达到了21.82%，所以说它的营运绩效在不断的改善。那它车用的那 MOSFET 呢，它投片于那个晶圆代工厂，就是跟联电这个地方做一个合作。那在2022年开始呢，40V 的那个 MOSFET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出货。那预计到2023年这个地方呢，它会增加60V 的 MOSFE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逐渐从中低压这个地方逐渐往中高压这个地方走。所以说2024到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提高到80V、100V 以及到50V 这个地方陆续出货投片量，然后逐年的提升，渴望就是说让它车用占那个营收的比重逐步的往上涨。那个毛利率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渴望提升。那此外呢，刚刚我们讲的是在电动车的内装的部分，那它同时也有打入那个车用充电桩的供应链，那也有布局6寸高压的那个 TVS 保护元件，那这个地方也陆续出货，后续的话也可以带动它的业绩。那此外呢，它还有转投资一家36% 的那个鼎汉科技，那这个地方呢受惠就是说现在工控然后仓储自动化趋势之下，以及可稀释的产品需求也强劲，这个地方也会贡献它的获利。所以呢，预估在整个2022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的转投资公司对它的 EPS 的贡献度这个地方是1.32元。好，那我们看一下就季报表的部分，我们目前为止呢最新手上的数字是到2023年第一季的部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台半呢过去它主要的产品都是生产就是 PC 用的那个二极体还有 MOSFET 的产品。那近年来呢，随着就是说它跨入了车用还有工控等那个相关的产品啊，那未来呢相关的营收和毛利率渴望投入这个车用跟工控这个地方会逐步的持续上扬，它的成长动力也会逐步的提升。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它未来的成长动力，第一个是车用的 MOSFET， 第二个就是它在宜兰6寸厂的晶圆厂预计在2023年开始贡献获利，还有它的稳压 IC 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车用驱动 IC 这个地方随着它放量的话，获利这个地方也可以渴望做一个提升的动作。那我们看一下法人的预估在2023年它的 EPS 是6.98元，获利成长率是11%。你说看起来好像不高可是大家要注意在2023年有很多家的上市公司获利是呈现衰退的现象，所以说虽然成长幅度不大，但是也是呈现成长的。好，那我不用讲，大家直接看技术面分析就知道了。在2023年成长之下呢，它的获利的部分呢，在股价的部分近期已经相对创了一个新高。我们纯粹就技术面分析呢，它从2001年这边开始呢，就是从2020年7月这个地方呢，重新开始怎么样向上攻击一个 N， 那目前初步已经过了高以后又拉回来回撤。那你说Judy 我最想知道后面怎么走呢？后面怎么走就是我们大家之前教过大家的所谓的 N 型理论哈。那如果说它的业绩呈现爆发性的成长的话，就是走成功上涨 N。那刚刚大家听过我分析的话，也知道说这个产业就是产业前景是对的，可是它的获利这个地方呢是逐步慢慢做一个推升，所以呢我们预估说未来走正常 N 的盘涨的几率相对比较高。那除非呢公司经营决策有失误，这个地方才会出现失败 N 或者是倒 N 型。 OK， 好，我想了我们今天已经简单的介绍了有关于台半这家公司。那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什么呢？下个礼拜您继续收看就知道了。 OK，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您，拜拜。